在等红灯的瞬间，我只是瞥了眼大荧幕上的巨星竹马，司机竟误认我是他的粉丝。当我说出我们是青梅竹马，甚至穿过同一条裤子时，司机爆发出一阵大笑，像是憋了很久似的，脸都快要笑扭曲了。哈哈，小姐，你还说自己不是粉丝，不仅是粉丝，还是很疯狂的那种吧？这都青梅竹马幻想上了。从小到大，我还没有这样被人笑过。虽然司机大叔的笑声还算不得是嘲笑，可我分明说的是实话。我刚要和司机解释，手机铃声就响起来了，屏幕上显示着齐阿姨3个字。虽然心情不太好，但齐阿姨的电话总不能接吧？而且我也快到齐家别墅了。电话一通，齐阿姨的声音便从那端传来了：娜娜宝贝，你下飞机了吗？下飞机了。我乖巧的回答：齐阿姨，我已经在出租车上了，应该再过半小时能到你们那里了。娜娜宝贝，我刚要和你说这事。齐阿姨的声音带着几分抱歉，但不知为何，我却从中听出了几分偷乐。其实今天早上我和齐叔叔2个人出去度假旅游了，所以目前只有小齐在家哦。小齐早上说他今天的行程有点忙，所以呢，该还在电视台录节目吧？你最好和他打电话确认一下，免得他不在家。这样哦。齐阿姨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小时候还带我和齐思礼一起去国外旅游过，所以我没多想就挂掉了电话。我怕去齐家没人开不了门，抬头对司机说：大叔，不去某某街某某号了，改去帝都广播电视台。好嘞，司机爽快的答应。另一边，广播电视台齐思礼正在录制着节目的最后一场，长达10小时的录制时间没有让工作人员们困乏，反而个个精神抖擞。要知道，这可是超人气巨星齐思礼，光是看着那张脸都赏心悦目，更别说近距离的拍摄与采访了。而且收视率妥妥有保障。只听导演喊了一声咔，所有人的神情都放松了许多。大家先休息一下。璎珞坐在真皮沙发上，如同天神般帅气尊贵的少年起身，迈着逆天的长腿走下了台。虽然只是休息时间，但所有人的目光还是看向他。齐少经纪人兼助理秦彻递上一瓶水，齐思礼接过水，扭开瓶盖，仰着头喝了几口，性感的喉结在空中滑动了2下，咔嚓咔嚓，角落里便有几声轻微的相机声传来。女工作人员们冒着星星眼窃窃私语：好帅啊，真的好帅！呜，不用猜都知道，刚刚随意拍摄的照片发在微博上就能激起几十万评论。齐思礼对周围灼灼的视线视若无睹，仿佛想到什么般皱了皱俊逸非凡的眉头。他看向秦彻，刚刚有人给我打电话了呀？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有。齐少也不怪秦彻当场愣住，毕竟这还是齐少第一次在工作时间段里问他有没有人打电话过来。听见这个回答，齐思礼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招招手，秦彻就把手机递了过来。齐思礼翻看着里面的通话记录，发现确实没人给他打电话。看着窗外深邃的夜色，俊逸的脸上又浮现出了寂寞隐隐的担忧。晚上10点了，丫头不是应该早下飞机了吗？难道出了什么事？还在想着，一声娇滴滴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齐少今天能和你一起录节目，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呢。说话的正是齐思礼节目里的搭档新晋小花柳如烟。对于柳如烟来说，这次的录制千载难逢，然而节目都快要录制完了，她还没有和齐思礼说上几句话，如果再不厚着脸皮争取一下，以后怕是没这样的机会了。但齐思礼鸟都没有鸟他，仿佛没听见他的话般，那双异于常人且冰蓝色眸子只看着掌中的手机。柳如烟有几分气急败坏，身子凑了上去，有些好奇又有些不甘心。齐少你在看什么？他就不信自己不如一部手机，只可惜还没有彻底看清楚上面的内容，手机屏幕就黑了。与此同时，导演在旁边大喊着开机了，开机了，最后一节拍完休息了。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就位，齐思礼也转身将手机交给秦彻，他看向柳如烟，冰蓝色的眸子深不见底，完美的唇角轻轻上扬，露出一抹帅气迷人的笑容。柳小姐，我看什么和你没有关系吧？虽然是笑着，但笑容里带有几分危险与警告，语气也很疏远。柳如烟的大脑呈宕机状态，倒不是因为齐思礼眼中的冷意，而是在那短短的半秒内，她好像看见了手机屏幕上有一个影子，一个女生的影子。柳如烟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从来没有传过绯闻的人气明星齐思礼实际上有一个秘密女友，这不可能吧？另一边的我，司机大叔还没有到呢，我太久没回国，不怎么认识路了。虽然窗外的夜景很好看，但我坐了一天的飞机，再加上又是傍晚10点，早就困得不行。司机见我连打哈欠，只觉得好笑又可爱。小姐别着急嘛，你刚才要去的地方和电视台不在一个方向，所以开车开得久了些，但是再过几个路口就到了，好吧？一听快到了，我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有和齐思礼联系，掏出手机摇下车窗，5年没见了吧？不知道那家伙还记得自己的声音吗？电话很快接通了，我看着近处高耸入云的广播电视台，想的只有100米不到的距离了，开口说：齐思礼，是不是还在电视台内录节目啊？多久可以弄完？我马上来找你，最多还有2分钟，到时候一起回去。后面的2个字还没有说完，嘟嘟嘟的忙音就传来，我蒙圈了。我看着手机看了好一会，仿佛还没有从震惊中回神，因为我压根不敢相信自己的电话就这么简单粗暴的被挂断了。我坐了10小时的飞机，又坐了1小时的出租车，又累又困，可齐思礼就是这么对我的好呀。等我找到他，我要好好和他算账才行。那端的秦彻挂了电话后，整个人毫无压力，并不知道自己让自家齐少背了一口大黑锅，他只是有点纳闷，心想现在的私生饭都这么厉害了吗？知道齐思礼在广播电视台录节目就算了，怎么连手机号码都挖出来了？挖的还不是工作用的手机号码，居然是家庭私人的手机号码。虽然那个私生饭的声音好听，但他绝对是不会妥协的。看来以后的保密工作还得再隐蔽点。嘟嘟嘟，我锲而不舍的又打了2次电话，最后终于听见了那声熟悉甜美的语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对方竟把他拉黑了，可我气坏了，精致的脸蛋变得通红通红。我发誓绝对要找齐思礼算账。出租车在街边停了下来，我脑子里只想赶快找到齐思礼，然后再好好教训他一顿。司机帮我把行李箱搬下来，我拖着行李就想往电视台里面走，守门的保安人高马大，挡在我面前拦住我，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拦住自己，抬起一双晶亮的眸子，疑惑地看着对方，好漂亮。保安不由得语气软了软，小妹妹你找谁？我抑扬顿挫地说，我找齐思礼。保安马上一副我懂了的表情，小声地对前台说，又是一个来找齐思礼的，先把他带到后面去，不要声张了。好好好。前台的眼神充满了无奈，你说说这些追星的小姑娘怎么天天比记者的鼻子还灵？你问我，我问谁？我哪里知道两人在嘀咕什么？我还以为自己能见到齐思礼了，却没想到走了3分钟，被带到了后门的露天平台。20几个年轻活力的小女生曾在门口，思礼殿下，齐思礼骑胜千里，以丝之名不离不弃，个个都是神情激动，眼冒红光，手里举着齐思礼的应援横幅，嘴里还喊着口号，整个队伍充满了粉红
红色春天的气息，不只是小女生，里面好像还有一个约莫80岁的老太太，真是老少通吃。我过于震惊，以至于忘记了我来电视台的真正目的。正在这时，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生走了过来，看着我身后的行李箱，递来了一瓶水，语气亲切地说：“家人啊，你是才收到消息从外省赶来的吧？辛苦了，先喝口水。家人可不嘛，只要你粉其丝里，我们就是家人。”我的嘴角毫无防备地抽了抽，精致而又小巧的面庞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那个其实我不是什么呀？看着女生灼热又亲切的目光，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我不是其丝里的粉丝。黑金亮的如同珍珠般的眸子转了转，目光瞟到了身后的行李箱，赶紧说：“其实我不是从外省来的，我是从安国来的。”说着把机票摸了出来，上面果然显示着安国到华夏国的行程。女生感动的紧紧握住我的手，果然是司礼殿下的铁粉啊！1万多公里的航线说飞就飞，这不是铁粉是什么？我皮笑肉不笑，算了，就让我当半小时骑司礼的粉丝吧，真是便宜那小子。何娜娜，你不仅人长得好看，名字也好听哦。女生一字一句的念出了飞机票上的名字，满脸期待的看着我。我叫叶小萌，和你一样是司礼殿下的粉丝，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当然可以了。我看着叶小萌脸上热情的表情，点了点头。她刚回国，还没有和自己昔日的好友联系，有点想念了。叶小萌许是无聊了半天，终于找到说话的人了，开始喋喋不休。娜娜话说，你觉得司礼殿下的哪首歌最好听呢？我愣了愣，答都好听。那你觉得他哪张专辑的封面造型最好看？都好看。最近司礼殿下的综艺节目都看了吧？你是喜欢他在玉米台的表现，还是芒果台的表现？都喜欢的，全是知识盲区。叶小萌无疑的看我一眼。司礼殿下的生日是，我紧绷的神情终于松懈了几分，不假思索的说，这个我肯定知道了。4月15日，白羊座，从小到大，我不知道陪其司礼过了多少个生日，吃了多少次蛋糕，所以这个还是记得的。叶小萌再次握住我的手，回答的这么快，不愧是司礼殿下的粉丝。我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期间我又掏出手机给其司礼拨了几次电话，但无一例外都是拉黑。更让我窒息的是，只听得滴的一声，手机没电关机了。咔，导演喊了一声，整场节目录制终于结束了，辛苦大家了，齐少最辛苦了，陪我们连续录制了10多个小时，没有一丝抱怨。是呀，这么有职业素养的明星不多见了吧？节目终于录制完毕了，但工作人员们居然还有些恋恋不舍，仿佛巴不得再拍10个小时一般，一个二个舍不得离开。现场人群中瞩目的少年走下了台，与刚才镜头中完美的笑意不同，帅气俊逸的脸上隐约有几分暗色。那丫头不会真出事了吧？他大步流星的走到秦彻面前，还没有人给我打电话。秦彻刚想说没有，但想到了那个私生饭的电话，一下犹豫了。齐司礼眯眼，有电话。秦彻简单的说事情的经过。齐少，刚才你上台的时候，有个私生饭打了你的私人电话，问你是不是在电视台录节目。你放心，那个人已经被我拉黑了，这让他怎么放心？齐司礼想都不用想就猜到那人是我的。那丫头大小姐脾气大得很，就算等会解释不是他把我拉黑的，但我也是要找他麻烦的了。齐司礼脸沉了沉，语气有些凌厉，谁让你拉黑他了？秦彻语气惊异，以前不都是？他不一样。齐司礼打断他的话，秦彻乖乖的奉上手机，半句话都不敢多说。生气的齐少太少见，自从他当上这个职位，还没有见齐少发过几次脾气。齐司礼电话拨了过去，这次轮到他，怎么都打不通了。但齐司礼很快意识到，我并非故意不接他电话，而是应该没电了。他低下头对秦彻吩咐了几句话，很快秦彻领着2个保镖火速地下了楼，见有人下来了，楼下粉丝们沸腾了起来。有一个眼尖的女生说，快看，那个不是司礼殿下的经纪人吗？看来司礼殿下真的在电视台录节目，终于等到了呀。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在瞬间袭击了整个露天平台，就连旁边的叶小萌也开始了尖叫。我本就站在人群中央，一瞬间好看的眉头就皱起来了。我只觉得周围好吵好闹，疯狂的尖叫声震得我耳朵疼。谁是娜娜？保安在门口大喊，粉丝们不为所动。秦彻2只手示意大家冷静，在人群最前方说，这次我们在节目中抽到了一个叫娜娜的场外幸运，可以在节目拍摄完毕后与齐司礼见面。所以谁是娜娜？我眼睛一亮，立马明白是齐司礼变着法子来寻我了。我终于可以回去休息了吗？真的好想睡觉，只可惜还没有。等我举起手来，前方某位女粉丝就举手了，我是娜娜。有了一个人开头，剩下的所有人都一个二个举手了，我才是娜娜。胡说，你们都是假的，我要见司礼殿下，我才是真正的娜娜。我再次蒙圈了，从出生到现在，我还没有遇见过这么多和他名字相同的人，好不好？旁边的叶小萌倒是没举手，她停止了尖叫，用惊奇的目光看了过来。娜娜和娜娜，我的天啊，该不会是在说你吧？那可是司礼殿下，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我干笑了2声，他一点都不觉得运气好，如果运气好，就不会到这么晚没有睡觉了。说白了，还是怪气司礼。还在想着，胳膊被人猛地一拽，叶小萌拉着我往人群前方走，气势汹汹的模样。娜娜，既然幸运观众是你，那你还不积极一点？看看这架势，你要是再不争取，等下名额不知道被谁给顶替了。我被叶小萌拽着在人群里穿梭，只觉得快被挤成肉酱了。终于挤到最前面，叶小萌扯着嗓门喊，这个才是真正的娜娜。只是声音都淹没在了尖叫声中。前方秦彻的目光在粉丝群中扫视着，想起临走前和齐司礼的对话，齐少有照片吗？不需要，可我不知道他的模样。璀璨灯光下的少年，嘴角露出几分的笑意，语气里是自信与笃定。只要你见到他就知道了，什么叫见到就知道了。秦彻表示自己目前什么都不知道，正想着视线扫到了人群里绑着马尾的少女身上，白皙干净的侧脸，鼻子挺而小巧，例如蜜糖的发与白的几乎透明的肌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起来漂亮惊人了。光看这颜值，几乎就可以秒杀掉娱乐圈中近乎90%的女星。秦彻直觉就是她了。你是娜娜？见经纪人问话了，叶小萌在旁边疯狂点头。对，她就是说着，还把我的机票拿了出来，你看名字就知道了。小萌，我虽然觉得叶小萌忽然拿她飞机票的做法有点不礼貌，但考虑到应该是叶小萌太兴奋所致，所以也只是惊叫了一声。秦彻看着飞机票上的名字，对我说：“你跟我来。”哦，好。朝着叶小萌点了点头后，这才拖着行李箱跟上秦彻的步伐。叶小萌也想跟上去，但被2个保镖拦住，道歉：“你不能进去。”叶小萌气得在原地跺了跺脚，对我的背影大声喊：“娜娜，记得多拍几张司礼殿下的照片，到时候要发给我呀。”而在前方，我已经跟秦彻进了电
电梯，时间将近凌晨了，我刚从喧闹的地方到安静的地方，困意下来了，我又累又困，语气不耐烦了起来。齐思礼到底在哪里？他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电话拉黑我。秦彻大笑着没敢说话，电梯门打开了，门前站着一个化着妆、面容还算姣好的女人，我看都不看那女人，只对着秦彻说：“快带我找齐思礼。”是，我们这就去。面对着我的命令，秦彻居然一点也不觉得违和，好似我天生就应该使唤人似的。没想到那女人却是挡住了我的去路，像是一只高傲的孔雀般抬着下巴，逆着我问：“你是谁呀？”不仅敢这么叫齐少的名字，还敢这么使唤齐少的经纪人。说话间，柳如烟的眼中闪过妒意，因为在看见我的第一眼，她就认出来了，这是齐少手机上的女生。我是谁关你什么事？我觉得这个女人莫名其妙，我压根不认识她。我看了看柳如烟，只觉得这张脸好网红好大众。你又是谁？哪里来的三流明星？挡着我了，快让开！你敢这么说我？柳如烟的脸一下变得难看了。她好歹还算是娱乐圈的新晋小花，虽然没有齐思礼那般大红大紫，但不缺流量和热点的，怎么就成了三流明星了？我说你怎么了？我毫不示弱地瞪了过去，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和面前这个女人说话是在浪费我所剩不多的睡眠时间，转头看向秦彻，说我不要和这种人啰嗦了，快带我去找齐思礼。柳如烟在旁边憋得脸色通红，见我居然敢无视她走了，肺都快要炸了。而且因为刚才的吵闹，聚集了好多过来看戏的人，如果不把话说清楚，那她这个新晋小花的脸以后往哪里搁？她伸手去抓我，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谁是三流明星？我一心只想找齐思礼，对柳如烟没有任何防备，只觉得被猛地一扯，然后自己的行李箱就被死死的抓住了，怎么拉都拉不动。我转头瞪柳如烟，你干嘛呀？不许走！两人僵持着不相上下，好似要把行李箱扯烂掰。周围看戏的人都惊了，秦彻也在旁边看傻了眼，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柳如烟撕起来了。女人的世界他不懂，刚想说话打一下圆场，一道男音却骤然响起。怎么啦？那声音极富有磁性，虽然并没有很响亮，但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听清。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拥有着逆天神颜的少年迈步走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认出了来人，但我明显先人一步。好呀，齐思礼！娇俏的嗓音明显带着一股子怨气。我再也不理柳如烟，撒开了那只抓着行李箱的手，三步并作两步的走了上去，腮帮子还气呼呼的鼓了起来。众目睽睽下，一巴掌朝着齐思礼的脸扇了过去，所有人都愕然的张大了嘴巴。不是吧？齐思礼的那张脸光是看都看不厌，怎么还会有人舍得打呢？而清脆的巴掌声并没有响起，我纤细的手腕在空中就被抓住，感受到掌心中娇软柔提的冰冷。齐思礼俊逸非凡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么冷，怎么不多穿点衣服？说着大掌便去温暖他的小掌，右手被握住不能动，我就抽出左手打他，小小的拳头一个劲的砸在他的胸前。你别给我转移话题，要不是你，我在寒风凛冽中等2个小时嘛，从小到大让我等2小时的人还没有出生呢。你齐思礼好大的面子，对了，你还敢拉黑我？不是我，不管，就是你，我给你打10几个电话，手机都打关机了，好好你别生气了行不行？齐思礼好言好语的哄着我，任由我的小拳头砸到他的胸上，反正对齐思礼来说，我的力量压根不大，那力道跟小猫咪按摩似的。周围的人看着这一幕，嘴巴张得更大了，只觉得自己是在做梦。虽然平时的齐少很好说话，但也仅限于礼貌性的行为，还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他对谁是这个样子，这也太亲密了吧。手到我发泄完了，打累了，齐思礼这才把我拉入了怀抱里。我说娜娜，5年时间不见了，结果一见面你就对我重拳出击，这有点说不过去吧？都是因为你。黑亮的眸子瞪他，你如果不拉黑我，那不没这些事了。齐思礼无奈，都说了不是我，那是谁呀？我嘟了都粉色的阴唇，刚刚我还在气头上，现在发泄完也冷静了下来，仔细想来，确实不应该是齐思礼拉黑了我，两人10几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可至于5年没见就拉黑吧。齐思礼一只手揽着我，一只手指向旁边，给你介绍一下我的经纪人秦彻。何小姐对不起。秦彻几乎快要把头低进地上了，他之前还不确定我和齐少的关系如何，但这一系列的互动看下来，就算是傻子也该明白了，关系是好的。他明面上是齐思礼的经纪人，实际上是齐思礼的私人助理，说白了齐思礼就是他的 boss， 而 boss 的朋友还是 boss。没事，这也不怪你，我不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脾气。见秦彻道歉，语气和态度都很是诚恳，想想就算了。忽然他仿佛想到什么般，咻的一下朝后方看了过去，思礼也顺着我的视线看去，而周围的人才终于意识到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存在。柳如烟，你怎么拉着他的行李？冰蓝色的瞳孔泛着绮丽的冷光，手看的柳如烟全身发毛。抱歉齐少，这其实都是误会。刚才态度还非常嚣张的柳如烟，此时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语无伦次的解释到我只是见有陌生面孔进入了节目现场，他是个来历不明的人，才想问问他是谁，然后他就气势汹汹的跟吃了炸药似的，还说我是三流明星。柳如烟咬住下唇，故意想把自己说的委屈点，好博得同情。没想到齐思礼洋溢的唇角却是一勾，面对着柳如烟楚楚可怜的模样，毫不客气的沉下了脸。第一，他不是来历不明的人，他是我的人。第二，你不是三流明星是什么？这话说的毫无情面，周围马上有人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什么叫新晋小花？那不就是最近才有了热点和流量的三流明星吗？柳如烟气血上涌，被那2句话弄得脸红一阵黑一阵的。他盼了一整天，就盼着齐思礼和他说几句话，没想到现在话是说了，说的却是这么不留情面的。话不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攀上齐思礼这棵大树，飞上枝头变凤凰才对。这一切都怪这个女人。柳如烟在暗处狠狠地瞪了瞪我，面上却啪嗒啪嗒落下了泪来。对不起呜呜，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我以为是外来人员，对不起。齐思礼不为所动，好像柳如烟哭不哭都不关他的事。当时我无语的招了招手，别哭了别哭了，呜呜的吵死了，我本来就困，结果这哭声还吵得我脑仁疼。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我掰开齐思礼，揽着我的胳膊走上前，拖回了自己的行李箱，顺带累的打了一个哈欠。齐思礼，你看着处置吧，我想最好弄完快点回去睡觉了。齐思礼冷眼看了一下柳如烟，转身对不远处的导演招了招手，导演走上前来，齐思礼只简单的说了几个字，然后导演就毕恭毕敬的点了点头，是齐少。他悲催的看了一眼面前的柳如烟，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同情。拍了这么久的节目，怕是播出的时候一个镜头都不会有了吧。柳如烟也仿佛知道了自己的下场，脸色一下变白了。齐少，你听我解释。柳如烟一着急就想去拉齐思礼的胳膊，但却被几个保镖拦住了。我好奇的看了看柳如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好奇的问，你给那个叔叔说了什么？他反应怎么这么大？关你的事。齐思礼对我神秘一笑，那双修长的手臂伸出，再次揽住我的胳膊，感觉到我微凉的体温。齐思礼又
又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罩在我娇软的肩膀上，一系列的动作行云流水，仿佛很顺理成章似的。齐思礼朝着他笑，不是早就累得不行了吗？我这里弄完了，赶紧回去休息了。太好了。两人一前一后的朝着电梯内走去，独独留下还在后方满脸懵逼的工作人员们，大约是觉得柳如烟太惨了。有一个男工作人员看见柳如烟脸上的泪水，不住为她发声。虽然齐思礼是很红，但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权力吧？镜头说删就删，怎么权力比导演还大？另一个人莫名其妙的看了他一眼，新来的呀？是的。男工作人员的神情有点尴尬，怎么就看出来他是新来的呢？另一个人帮他科普，到帝都起家，总知道吧？齐家。男工作人员的语气明显震惊了，声音也提高好几个度。司礼齐家都姓齐，不是吧？怎么会是那个齐家呢？难道不都是记者乱写的吗？另一个人大声道，怎么不是了？这广播电视台有70%的股份都是齐家的，你说齐司礼的权力大不大？在帝都整个娱乐圈的半壁江山都姓齐，山尽头只是小城小界，只要他想，明天便能让一个人消失在娱乐圈。男工作人员彻底惊了，这不都是小道消息吗？我一直以为是记者乱写的，没想到汽车不让说罢了。人比人气死人，明明就可以靠着那张脸和家里的钱吃饭，非要靠才华还。两人愤愤不平地说着，而那边刚下电梯的齐司礼冷不丁地打个喷嚏。阿 T 听着这道响亮的声音，我抬起黑亮的眸子，看了看他身上单薄的卫衣，又看了看搭在自己肩膀上的男士外套。那个齐司礼，你还是把你的衣服拿回去穿吧，不要感冒了。这是地下车库，又是凌晨12点过，温度比白天冷多了。如果明天这家伙要是生病什么的，那就是他的不对了。没事，齐司礼随意的摆手，没有感冒。我疑惑，没有感冒，你打什么喷嚏呀？就是想打呀。别废话，赶紧把你的衣服穿上。齐司礼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听了我强势的话语，嘴角的笑容忽然变得奇异了起来，说该不是你突然发现你喜欢上我，所以才这么关心我吧？害我神情莫名，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恋了？喜欢谈不上，关心最多也是替他的粉丝们关心吧。毕竟今时不同往日，齐司礼已经是人气巨星了，要是真生病住院被记者们报道出来了，那可是会起轩然大波的。娜娜，你这反应就不对了，以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你关心我怎么了？齐司礼的表情，受伤那双冰蓝色的瞳孔仿佛泛着水，加上帅气俊逸的容貌，几乎可以秒杀掉90%的女生。这可惜我是少数的1成，这张脸我从小看到大，就跟免疫了似的。我忍不住翻了白眼，你别装了。还有我们现在关系怎么了？不就是青梅竹马10几年吗？这是他自恋的理由吗？看着我满不在乎的样子，齐司礼收起脸上的表情，冰蓝色的瞳孔拧了拧，试探性的问道，你来我家的时候，你爸妈有没有对你说什么特别的事？什么特别的事？我蒙圈，我思考了一会，没有就让我来了，好好听齐阿姨和齐叔叔的话。不过他们已经去旅游了，意思就是我在齐家的时候不用当乖乖女了。太好了吧？还在窃喜中，齐司礼追问声又传来，没有了没有了。我肯定的点头，双手抱胸，眯起眼睛眯着他。难道你这边有什么特别的事？璎珞。齐司礼的神情当即变得古怪了起来，他原以为我收到的消息和他是一样的，没想到严家父母那边压根没有给我解释，再加上自家爸妈又故意出去了，难道要他亲口说？正想着，只听着一声滋的声音传来，一辆通体漆黑、看着奢华低调的保姆车就从前方缓缓开来了。秦彻坐在副驾驶上，摇下车窗，恭敬地对两人说：“齐少，严小姐上车，上车，上车！”我激动得不得了，哪里还管齐司礼准备说什么？车内的空间还算宽敞，中间是一架小型的水晶玻璃茶几，上面摆放一些红茶和水果，两侧是2座小型的真皮沙发。我拉开车门，立马就躺了上去，好似巴不得原地睡觉。前方秦彻嘴角忍不住一抽，要知道齐少是一个喜爱干净与整洁的人，说白了就是有点洁癖。如果换成其他人，这么没形象的在齐少的车子里搞，早就被下令扔出去了。但面前的少女是一个例外。秦彻不动声色地朝着齐司礼的脸上看去，那张帅气俊逸的面庞没有一点晕色就算了，仿佛还带着几分纵容和宠溺。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看着对面沙发边缘对我蹭到的鞋印，俊逸的眉头拧了拧，却也仅仅是提醒了一句，别在上面这么踩行不行？语气又是嫌弃又是无奈，就是没有愤怒。我把埋在沙发里的脑袋抬了起来，然后白了他一眼，怎么很贵呀？齐司礼挑眉，不贵也就几百万吧，不贵你朝我嚷嚷什么？嚷嚷你就有我的唇撅了起来，气呼呼的瞪了瞪眼睛，好像有人欺负了我一样。齐司礼拿他没办法，齐司礼索性不说话了。而坐在驾驶座上的司机和坐在副驾驶上的秦彻听着他们的对话，差点集体捶胸顿腹。这是这遭嚷嚷吗？严小姐，怕是没有听过嚷嚷是什么样的吧？可秦彻先是咳嗽了一声，缓和了一下气氛，紧接着这才转过身来，拿了一叠资料递给齐司礼，让你看看，这是这周的行程单，另外还有几个广告商想和你约谈合作的事。我看看齐司礼随意的应了一声，结果资料翻看起来，我将他进入工作状态，也不再打扰，瘫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我早就困了，而且这辆保姆车不知道比刚才那辆出租车好了多少倍，又温暖又舒服的，不睡白不睡。车内暖黄的灯光打在少女精致静谧的脸上，少了几分灵动，多了几分乖巧。不知道过了多久，等齐司礼康资料抬起头的时候，看见的便是我这副乖巧入睡的模样。冰蓝色的瞳孔里闪过一抹好笑，醒着的时候堪比小魔女，睡着的时候又是另一番模样。后方没了翻页的声音，秦彻估摸着齐司礼把资料看完了，转头问齐少，你倒还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少年璀璨的冰眸便自满黄的车灯中看来，嘘。齐司礼修长的食指放在好看的唇间，示意秦彻小声一点。秦彻秒懂，工作的事只有明天再谈，当即闭上嘴巴转过身去了。齐司礼本想把资料再看一遍，却发现注意力根本没法集中。他轻缓地将资料放在茶几上，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冰蓝色的眸子看着睡在对面的我，瞳孔里流转着不明意味的光。我身上还盖着他的外套，小小的身子蜷缩着，只是那双精致的眉头有点皱。莫蒂好像想到了什么，但齐司礼小声下令空调调高点，车内的温度很快就提升了起来。与此同时，小兔子的眉心也舒缓了。齐司礼看着这一幕，轻薄好看的唇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嗖嗖，黑色的保姆车在夜深人静的公路上疾驰着，凛冽的风声自流线型的车身上呼啸而过，但温暖的车厢内一片静谧，仿若两个不同的世界。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等他们回到齐家别墅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了。保姆车缓缓地停靠在泊车区，车灯射在面前，这栋现代简约的别墅上隐约勾勒出气势磅礴的影子，周围是葱葱郁郁的山林，皎洁的银月挂在头顶。秦彻下车，拉开车的后门，眼看见熟睡在沙发上的我，微微一愣，严小姐还没有醒吧？声音也是压着说的。齐司礼点点头，
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看着我的目光闪烁，好像在考虑要不要叫醒我。好一会秦彻才出声提议齐少，需要把严小姐抱回去吗？睡在车上不是什么办法，不如先回房间，兴许严小姐才能睡得安稳些。然而这句话刚说完，齐思、李冰兰如湖光般的眸子就射了过去，带着几分不悦与凛然，那犀利的眼神仿佛在说用得着你来秦彻，似乎是在证明秦彻的想法。下一秒，少年修长的臂膀伸了出来，轻柔地揽住了我的臂膀和腰，将我稳稳当当地抱了起来，还是标准的公主抱，他抱得好轻松，根本没用什么力。齐思礼不由得低头看了看怀中的我，只觉得我异常娇小，好轻。这丫头这几年在国外都吃了什么，这么不长肉的吗？秦彻在后面跟着，手里拉着我的粉色行李箱。别墅所有灯都是关着的，漆黑一片。秦彻觉得奇怪，如果在平常，别说是凌晨1点，就算时间到凌晨4点5点，别墅里的佣人也会为其少留一盏灯，怎么今天一个人都没有？而齐思礼已经见怪不怪了，想必又是自家老妈的馊主意，为了给他和我过2人世界，不仅心血来潮去旅游，甚至还把佣人们一起打发了。滴的一声，智能门锁被打开，这道声音原本不大，却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异常响亮。我纤细的睫毛像蝴蝶的翅膀般扑扇了几下，从睡梦中醒来了。秦彻将客厅的主灯打开，光一下射进了我的瞳孔，豪华的水晶吊灯散发着耀眼的光华，刺得我眼睛发疼。我感觉自己被抱在一个人的怀中，身体贴在宽厚健硕的胸膛上，哪怕隔着衣物也能感受到对方温热的体温。下意识地朝头顶望去，映入眼帘是一张有些模糊，但只看轮廓也俊逸非凡的脸。这时我愣了愣，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刚睡醒的脑子还有些混乱，那双漂亮如珍珠般的黑眸一眨一眨的。现在确定自己是不是做梦看够了吗？思礼早在我睁眼的时候就发现我醒了，见我还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唇角勾起了一抹好笑的弧度。我惊叫了几声，我下意识地朝没人的那边倒去，但忘记自己还是被齐思礼抱着的状态了，身体一下子悬空了起来，整个人都朝着地面摔去。笨蛋，匆忙之中，齐思礼大喊一声，嘴上的话虽是这么说，结实有力的手臂却捞住了我的胳膊，稳住了我的身形。少年身上浓郁的薄荷香扑面而来，有些好闻，也猛地将我的大脑惊醒了。惊魂未定，从齐思礼的怀中挣脱下来，在地上站稳了步伐，心脏砰砰直跳。如果照刚才的那种情况摔下去，我不得痛死吗？我最怕痛了。齐思礼，你是不是想吓死我？我怎么吓你了？你差点把我摔在地上。齐思礼见我站直站稳了，这才将2条修长的手臂插进裤兜里。是你差点把自己摔在地上，如果不是我拉着你，你早摔了。这丫头不感激他就算了，怎么还恶人先告状？我没好气的把外套扔还给齐思礼，反驳的语气，如果不是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抱我，我会这样吗？当睡醒就发现自己被抱着，就算齐思礼很帅，我也会觉得惊悚，好不好？更何况2人的上一次拥抱是在5年前了，我不被吓住就有鬼了。而且我对齐思礼这么有防备的吗？什么时候被抱起来的都不知道。齐思礼随意的接过从空中飞来的外套，动作肆意潇洒，对我不该好心的把你从车上抱下来，该让你一晚上都睡啊。我愣了愣，我自知理亏，小声的嘟囔了一下，也不是这意思。仔细想想，齐思礼也是为了我好，突然就真让我睡车上了。想到这里，我黝黑发亮的眸子抬起精致的脸蛋，换上了盈盈的笑容。下次遇见这种事，你直接叫醒我就好了，我睡眠很浅的，你叫一声我就起来了吗？一瞬间，齐思礼有些怔住，拿着外套的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事实上，他在车上的时候是在纠结要不要叫醒我的，但看我睡得那么香那么熟，又想到我今天坐飞机累得不行，不忍心叫醒我，最后加上秦彻那句话齐少，需要我把严小姐抱回去吗？他莫名觉得不爽，鬼使神差就把我抱在了怀中。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我忍吞了吞口水。不可否认，几年的时间没有见，我的小竹马确实成长为帅气的少年了。他站在别墅璀璨的灯光下，仿佛是站在群星荟萃的舞台上，周身的巨星气质散发出来，耀眼的让人移不开眼睛。尤其是那双湖光潋滟的阴眸，单单只是注视着就能让任何一名女性沦陷其中。不行，不能被他给蛊惑。我定了定心思，你干嘛这么看我呀？齐思礼眸色微闪，收回注视着我的目光，像是为了掩饰什么般，冷不丁的冒了一句，就你还睡眠浅，刚睡得跟猪一样。啥？听着这个描述词，我不敢相信的叫了一声，他什么时候睡得跟猪一样了？在家里的时候，不管是爸妈还是女佣都说我睡相不错，怎么到齐思礼这里就不同了呢？我愤愤不平地说，你在骗人，我为什么要骗你？齐思礼挑挑眉，见他神情兴奋，白皙的脸颊上还升起了2朵尴尬的红晕，他的嘴角就上扬了几分，内心生出了想逗逗他的心思。不信你问秦彻，你刚睡的是不是跟猪一样？怎么叫都叫不醒啊？秦彻被突然点名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眼神带着警告意味的齐思礼，罪恶的点了点头，确实是这样的。严小姐，你的睡相实拍好看，内心却在疯狂哀嚎，对不起了，严小姐。齐思礼对秦彻的回答很是满意，那上扬着的嘴角代表着他极好的心情，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说着他上前一步，故意用压低了的嗓音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下次我就先用手机录下来，再让你好好看看自己的睡相。小猪猪拉长的尾音上扬，极富有磁性的声音很是魅惑，尤其当他附身在耳畔说的时候，简直跟低音炮一样，我只觉得耳朵好痒，整个人都快酥了。我慌乱的推开他，录什么齐思礼，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录像你就死定了。怪不得这家伙的专辑能卖1个亿，他嗓音确实很好听。思礼好笑的逆着我，怎么害怕我才没有怕呢？哦，反正你不许录像，听见没有？我其实不知道齐思礼说的是真是假，但想到自己睡觉时的不雅录像落在他的手里，就觉得丢脸。好知道了。齐思礼漫不经心的回答着，唇角始终洋溢着弧度，余光扫到气势恢宏的落地钟上，看着时间又过去了10几分钟，觉得逗我都差不多了，转身朝着客厅中央的旋转楼梯上走去。临走前不忘说一句，秦彻帮他把行李搬到我隔壁的房间，是齐少。秦彻氤氲着，同时提起了行李箱。他是标准的经纪人打扮，剪裁得体的黑西服，干净利落的白衬衣，斯文的金丝边眼镜戴在脸上，俨然一个成功人士的模样。只是手上多了一个可爱的粉色行李箱，看起来十分滑稽。严小姐这边请。秦彻恭敬地鞠了一个躬，本想领路，发现我比他还要轻车熟路，上楼梯的姿态跟逛自家后花园一样，没有任何的拘束。
度，就好像这里本身是他家死的，压根不需要秦彻的提醒，我就找到房间，他朝着秦彻道谢，谢谢你了。不用谢，秦彻是一门事，行李箱对我来说很重，但对成年男性来说就是小意思了。整个齐家别墅都是古朴的欧式装修，走廊上铺着一层厚厚的意大利手工地毯，两侧的门均是实木雕刻制作，上面的鸟木花纹精致技巧。咔嚓，我拉开门把手，房间内的装修风格骤然一变，墙纸、家具、顶灯，所有的基调皆以粉白为主，墙壁上偶有的日系插画可爱温馨，整个房间看上去就像是粉色的海洋。秦彻瞥了瞥脚边的粉色行李箱，了然于心，这根本是给我量身打造的房间了。我惊异了起来，但我惊异的点和秦彻并不一样。齐家别墅里，不管是客房还是主卧，首先进去就是衣帽间，再往里走才是单独的卧室，而在衣帽间的橱柜里，居然摆放着不少裙子和鞋，我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我5年前在齐家穿的衣服，没想到还没有扔。就算还没有进入卧室，但光是看着衣帽间，我也能猜出个8、9不离10，里面的装饰和摆设肯定和5年前一模一样。齐阿姨和齐叔叔也太好了吧，感动极了。后方秦彻帮我把行李箱拖了进去，放在专门放置行李的架子上，他用余光看了看橱柜里的摆设，表面上看着平静如水，内心早就掀起了轩然大波。这间房和普通客房的配置不同，完全是照着主人的配置来的，甚至说连齐少的房间都比不上这细心，再加上橱柜里的衣服，如果我不是姓严，他都要怀疑我是不是齐家2小姐了。很明显，在齐家我分明是被宠着的。秦彻的神情越发恭敬了起来，鞠了一个躬说，时间不早了，严小姐早些休息，我先下去了，你也早些休息。我很有礼貌的点了点头，等秦彻走了以后，这才朝着里面的卧室走去。我伸了一个懒腰，脱下了自己原本的鞋，换上了衣柜里的一双粉嫩嫩的兔子拖鞋，又找了一袭粉白的真丝睡衣，惬意的打了个哈欠。周围的布置与景物都是他熟悉的，感觉就跟回家一样。纤细的手腕附上礼物的推拉门一拉，却没有打开，以我疑惑的出声，错了醋精致的眉毛，还以为是自己的近视的不够大，又拉了一次，但还是没有拉开，怎么回事啊？我都到卧室门口了，怎么还没办法睡觉啊？我很是无语，气呼呼的掉头出了房间，小手砰砰的在隔壁的门板上拍着起。司令，你给我开门，问你人呢？快出来！他喊了好几声，里面都没有人回答。难道齐司令已经睡了？不行，如果他都睡觉了，那我等会要睡哪里呀？我想着就去拉门把手，没想到根本没有反锁，一下就拉开了。这是和我的房间装修完全不同的风格。如果说我的房间是粉白与温馨，那齐司里的房间就是蓝黑与简约。不过我几年没有进过齐司里的房间了，忽然想到自己要进去了，整个人都变得局促了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也是齐司里的私人地盘，贸然闯入会不会不太好？我不由得放轻了脚步，慢慢的朝房间里走去，脚下兔子拖鞋的耳朵随着我的走动一跳一跳的，看起来可爱极了。内室的灯还是开着的，证明齐司里还没有睡觉。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不给自己开门？我觉得奇怪。我穿过长长的衣帽间走廊，彻底走进了内室，却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直到听见了来自浴室的哗哗水声，脑子才又转了过来。原来这家伙在洗澡，怪不得如果是在洗澡的话，听不见我敲门也是很正常的。在想着淋浴喷头的水声骤然停止，被董反应过来，浴室的磨砂玻璃门就被拉开了，花铃声很是响亮。我下意识的抬头，整个人却呆住。少年精壮而结实的身材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比例绝佳，堪比杂志模特。这一幕本该好好欣赏的，毕竟泳装什么的我又不是没有看过，美好的东西是值得大家一起探讨的。但要命的是，对方身上居然什么都没有穿，对什么都没有穿，当然也包括下面。时间仿佛静止了，我和齐司里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一双漆黑漂亮，一双冰蓝炫目，但不论如何，命名为尴尬的因子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扩散了开来。1秒、2秒、3秒，我首先败下阵来，捂住了自己的双眼，声尖叫啊！齐司里，你倒是快点把衣服穿上啊！齐司里惊醒，飞速的关上浴室门，而我还在门外不停的谩骂，说来说去无非就2个字：流氓、变态。呜呜，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我会不会长针眼啊？骂骂咧咧的好一会，浴室门才又再次打开了，只是我还是用手捂住眼睛，不敢去看。我毛茸茸的脑袋缩了起来，像一只鸵鸟，声音小小的、软软的：你穿好了没？穿好了，真的。但捂住眼睛的掌缓缓的吸开了一条缝，我漂亮的如同珍珠般的双眸朝着缝里看了过去，入眼的果然是穿上一袭黑色睡袍的少年，眼珠子向下一背一摁，果然该遮的地方都是遮住的了。和我松了一口气，放下了捂住眼的手，只是白皙的小脸上还留有红彤彤的痕迹，娇声质问齐司里，干嘛洗完澡不穿衣服？齐司里俊逸的脸上闪过了短暂的尴尬与惊慌，但很快就没有半点窘迫的开口了，大小姐，这是我的房间，言下之意就是在他的房间里，他想怎么穿就怎么穿，甚至还可以不穿，依你不要脸。我捞起床上抱枕就砸了过去，齐司里稳稳当当的接过，又扔回了床面上，怎么不要脸了？再说了，我们又不是没有坦诚相见过，8岁前不是还经常在一起洗澡吗？够你闭嘴羞，不能再羞了。小时候的事情怎么能拿到现在来说呢？那个时候也没有男女有别的观念呀。他用命令般的语气说，总之为了安全起见，你以后洗完澡必须穿好衣服。那不行，其次里直接拒绝，他已经习惯洗完澡直接上床睡觉了，几年的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更何况这种情况下分明是他更吃亏好不好？被看光的人又不是他，而且我反应那么大做什么？明明想看他身体的女粉丝数以千万计，光是排着队都能绕的都好几圈，怎么到他这里就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司里的表情阴郁，我的身材难道不好看？哈，我显然跟不上他的脑回路，怎么就说到这个问题来了？我胡乱的在脑子里回想了一下，虽然刚才只匆匆看了一个大概，但隐约还是记得齐司里的身材和体型是匀称好看的，尤其是呢几块精壮结实的肌肉，看着就很有男人味的样子。嗨嗨，这家伙什么时候练的？见他默不作声，脸又红红的样子，齐司里的唇角才又勾起了玩味的笑容。这丫头也不是没有心动嘛。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身材不好看吗？也不是不好看，那就是好看喽，好看。音落，何娜娜很快就捕捉到了他眼中的戏谑，雪白整齐的银牙咬了咬，低吼了一声，齐司里，你是不是欠扁？滚吧！齐司里挑起了好看的眉毛，满脸无辜的说，这是我的房间，我要滚到哪里去？你倒是你。他尾音上挑着，意有所指的说，半夜偷偷摸摸的来我房间是故意的吗？故意你个鬼！何娜娜是真受不了他这自恋的性格了，他解释说，我没有偷偷摸摸，我敲门了，但是你没有听见。另外，我来找你是有正事的，我房间里屋的门打不开了，麻烦你帮我去看一下。最后3个字说的掷地有声，仿佛是在泄愤一般。齐司里眉头皱起，怎么会打不开？何娜娜两手向外一探，顺便还瞥了他一眼，那看白痴的模样，仿佛在说，你问我
我问谁？好，我帮你去看看。齐斯里无奈地点了点头，被看光了身体不说，还得帮他办事，妥妥的工具人。何娜娜见他出了门，再看了看身后舒适的大床，毫无顾忌地躺了上去，柔软的被窝将她娇小的身子整个都陷了进去。她舒服地吸了一口气，鼻尖萦绕着纯男性的气息，陌生却又熟悉。另一边，齐斯里穿着一袭黑色睡袍，大步流星地穿过何娜娜的衣帽间，脑中一阵奇怪。老妈自从知道何娜娜要来了，兴奋得不得了，早就命佣人们打扫了一遍房间，角落里的某些看着陈旧的家具也换上了新的。她内室的门怎么会打不开？除非想到了某种可能性。少年的额头上满是黑线，他来到门前，俯身朝着锁孔看了看，只一眼就看出来了端倪，果然是被反锁了。今天早上坐飞机和老爸去度假，又故意打发了一干下人，独留下他和何娜娜两个人在别墅，还把何娜娜的内门反锁了。老妈这一系列的操作不言而喻，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恐怕钥匙也藏起来了吧。齐斯里叹了一口气，他站直身子左右看了看，很快就看到衣帽间里何娜娜用来放发卡的柜子，走上前，随意的拿了一个普通的黑色发卡，修长的手将它掰开。齐斯里俯身将细的一端放入锁孔，冰蓝色的眸子盯着孔内，帅气的脸庞在明亮的白炽光下显得格外俊美。咔嚓，锁孔内传来了微弱的声音。齐斯里自信起身，再去拉门把手时，门就打开了。所有的操作不超过半分钟，怕是专业的锁匠也不及他的速度。齐斯里拍了拍手，把用过的发卡扔进了垃圾桶里，返回了房间。身后黑色睡袍的衣角在脚边飞扬。娜娜，你可以。他出声刚想叫何娜娜回去睡觉了，结果进门看见的便是这样的一幕：少女躺在他的床上，睡得正香，一袭粉白花边睡衣贴在身上，勾勒出她娇小的身形。这睡衣是5年前的了，穿倒是能穿，只是显得尤为短小，露出一双好看纤细的腿。她身下是纯黑的被子，没有盖，大约只是想躺着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偏偏睡着了。黑色的天鹅绒被笼罩在她的周围，显得她的皮肤如雪般的白。齐斯里冰蓝色的瞳孔里闪过一抹暗色，他移开了视线，下意识的不去看那片雪白的肌肤。想到何娜娜方才的一番话，走上前推了推她的手臂，喂，娜娜，房门开了，快回你自己的房间睡觉吧。醒醒，叫了好几声，少女不但没有醒，反而挥开了他的手，一边挥还一边嘟囔，哪里来的苍蝇。齐斯里无语了，正想如法炮制的将她抱起，没想到刚伸出双臂，何娜娜两只胳膊就像是熊抱似的抱住了绒被，死命不撒手。显然易见，他的床被何娜娜霸占了。灯光下，少年的黑发渲染出一抹亮丽而绚烂的光，半晌才失声一笑，真是睡得跟小猪一样。喃喃的声音说完，齐斯里弯腰将少女的睡姿摆正，轻柔的把纤细的脖子靠在枕头上，又拉来另一端的被子盖好了她的身体，掖了掖她的被子，这样的姿势显然更加助眠。何娜娜吧唧了一下嘴巴，小脸贴在枕头上，似乎睡得更舒服了。梦里全是好闻的薄荷香。清晨，第一缕阳光从窗外洒入，映照在枫叶红的实木地板上，散发着暖意融融的光。床上的何娜娜惬意地打了一个哈欠，只觉得昨晚睡得异常舒适。半梦半醒间，她侧了一个身，右手下意识地想去捞抱枕，那是爸爸在7岁时送给她的草莓抱枕，在 M 国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抱着睡觉，却没想到摸到了另一个东西，不是东西，好像是一个人。奇怪，他的房间怎么会出现一个人呢？何娜娜睁开朦胧的双眼，紧接着齐斯里那张帅气俊逸的容颜就出现了她的眼前，大约不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了。昨晚的美颜暴击还历历在目。何娜娜大脑虽然空白了几秒，但还是忍住了自己想要往后倒的冲动，软软糯糯的嗓音夹杂着睡意，齐斯里，你怎么在我床上啊？这家伙是来叫他起床的吗？你的床。听着这3个字，齐斯里帅气的嘴角抽了抽，冰蓝色绚烂的眸直直的盯着他睡意朦胧的小脸，沉着声音说，你好好看清楚，这是谁的床啊？何娜娜漆黑的瞳孔缩了缩，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但等他将视线移到齐斯里身上的时候，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粉嫩嫩的嘴巴也张开，似乎能放下一个苹果。这简约的装修，这蓝黑分明的颜色，确确实实不是他的房间。昨晚的记忆涌入大脑，何娜娜记得自己让齐斯里去帮他开门，但后面的事情就没有印象了。现在看来，他应该在齐斯里的床上睡着了，不是吧？这么乌龙的吗？何娜娜的脑子乱成了一团浆糊，而齐斯里的目光却变得深邃了起来。抱在我腰上的手什么时候能拿开？等会儿我可是要去赶通告的了。何娜娜愣了愣，这才意识到自己抱的根本不是什么抱枕，分明是齐斯里本人啊！丢脸丢到家了。何娜娜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本来她是有赖床的习惯的，但脑子瞬间就清醒了，变得毫无睡意，语气还是难以置信的。那个，我们昨晚睡在一起了，你说呢？齐斯里挑了挑眉毛，也从床上坐了起来，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大眼瞪着小眼的。几秒后，何娜娜认命的闭上眼睛，在内心安慰自己，行吧行吧，昨晚看都看过了，睡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反正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那副被猪拱了的表情是什么意思？薄唇一张，正想说点什么，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叮叮叮，很是响亮。齐斯里刚想接起来，何娜娜却按住了他的胳膊，两只漂亮的小眼珠子去瞄屏幕上的字，抢先一步问，谁打来的？我妈，齐阿姨。何娜娜的声调上扬，她马上就从床上跑了下来，红扑扑的脸蛋上看起来尴尬极了，语气仿佛还有些紧张。你先别接，你等我出去再接呀。齐斯里挑眉，为什么？不为什么。少女飞速的说完，脚丫子套上兔子拖鞋就往门口窜了过去，如蜜糖枫叶般的长发在身后飞舞，速度不可谓不快。开什么玩笑？如果昨晚上和齐斯里一起睡觉的事情被其妈妈知道了，那该多丢人啊！齐斯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冰蓝色的瞳孔闪过戏谑的笑意，修长的手指接起电话，磁性的声音对着手机道，妈。对面很快就传来了齐妈妈的声音，小李，为什么现在才接妈妈的电话？你在忙什么呀？是不是昨天晚上和娜娜宝贝发生了什么呀？那活力四射洋溢着少女感的语气听起来完全不像一个40几岁的妇人，反而像20多岁的少女。但是如果这话让何娜娜来听，很容易听见里面的急不可耐，仿佛很想让他们两人发生什么似的。齐斯里自然也听出来了，他有些无奈，随意了一个借口，没有，刚才在洗漱。那你们昨晚分开睡的？分开睡。齐妈妈的语气明显失望了起来，在电话那端小声嘟囔道，啊，怎么分开睡了？我明明把门锁了的呀。老公，怎么回事啊？算了，孩子的事就别管了。怎么不管？娜娜那么好，好好好。齐爸爸的声音隐约传来，声音有几分上位者的威严，但显然带着对夫人的宠溺。听着自家爸妈的对话，齐斯里看了看墙上的钟，说，妈，你和爸玩的开心点，我等会儿还要赶通告，就先挂了。哎，等等，小李，你再说和娜娜的事情。话还没有说完，嘟嘟嘟的声音就传来了。
了，自家儿子已经挂电话了。齐妈妈只好失落地合上手机。遥远的马尔代夫群岛上，坐落着一栋豪华的海边别墅，巨大的欧式落地窗前，阳光从椰树的缝隙中洒下洋溢的美好。齐爸爸坐在阳台上的椅子上，放下手中的报纸，朝夫人哄道：“娜娜和小李的关系从小就挺好的，你就别操心了。”你说的也对。齐妈妈失落的表情一扫而逝。忽然，齐妈妈又像是想起了什么般，甜美的笑了笑，给娜娜准备的东西也该送上门了吧？希望娜娜宝贝喜欢。另一边，何娜娜刚出齐斯里的房间，很明显就听见了外面的庭院传来了一系列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聚集了很多人似的。她一开始以为是佣人，打开窗户，从2楼向外看去，小天使喷水池旁聚集了好几辆的高级卡车，这是要做什么呀？何娜娜好奇，套了一件外套下楼，整个大厅干净雪亮，迎面走来了一位穿着管家服的优雅男子。何小姐早。何娜娜迟疑，我是齐夫人派来给您送东西的。欧式管家很有礼貌，笑眯眯的说完话，又举起双手，示意性的在空中拍了拍，啪啪，清脆的2声落下，外面的人便鱼贯而入。只是每个人的手里皆是提着从卡车上拿下来的服装，被防尘袋完好的包装着，或衣服，或鞋子，或包包，有组织性的奔向2楼。准确来说是何娜娜的房间。齐阿姨送我的衣服吗？何娜娜看着从在大厅里走来走去的下人，很快明白了齐阿姨的用意。她从安国来，只带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的都是其他东西。虽说5年前的衣服穿是能穿，但尺码上大多数有点不合，并且还是旧款了，最多只能穿1时半会儿，常穿是不可能了。何娜娜原本就想下午去购物买点新衣服的，没想到齐阿姨早想到这一层了，派人送来了这么多衣服。是欧式管家陪着何娜娜朝着房间走去，一边走一边道：“齐夫人说了，如果何小姐还缺什么尽管说，我必给您送来，应该不缺了。”何娜娜回望着还在陆陆续续送衣服的下人们，汗颜的摇了摇头。虽然她是缺衣服穿，但齐阿姨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吧，这架势好像要把整个商场衣服都搬空了一样。果然，当何娜娜再次进入衣帽间的时候，里面的柜子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了，一点缝隙都没有留下。一位下人站在衣柜前，还想把手里的连衣裙放进去，但是一条重工礼服，长长的摆尾特别厚，上面还镶嵌着华丽的钻石。见此，何娜娜赶紧摆手，算了算了，这条裙子我平时也不怎么穿得上，不用放进衣柜里了，等我要穿的时候再找你吧。这欧式管家犹豫了一下，紧接着脸上又挂上了标准完美的笑意，这些都是齐夫人要求的，车上还有几十条。何娜娜听着更是摇头，光是衣柜里的衣服已经够她365日每天不重样了，没必要再放这么多了。再说礼服她平时也不怎么穿得上呀，酒会什么的她不喜欢去。何娜娜委婉的拒绝道，就算放进去这条，剩下的也放不进去吗？真不用了。没想到欧式管家直接麻溜的冒了一句，齐夫人考虑到这个情况，她说如果放不下了，可以把隔壁的房间改造成您的衣帽间。隔壁的房间，何娜娜漆黑有亮的眸子瞪了瞪，愕然的看着面前的管家，他的房间是走廊尽头了，一边是墙壁，另一边就是齐斯里的房间。如果真要再给他改造一个衣帽间出来，岂不是只有把某人的房间拆了？想到这里，何娜娜在内心为齐斯里默哀了一把，这家伙也太惨了吧。还在想着，身后传来了少年好听的嗓音，什么隔壁的房间，何娜娜压根不用转头就知道来人是齐斯里了。他的声音太特殊性了，听起来干干净净的，却极富有磁性，还带着几分强劲的穿透力，让人绝对的无法忽视，无法忘记。齐少爷好。管家朝着来人打了一个招呼，齐斯里冰蓝色的眸越过他，落在了旁边娇小可人的何娜娜身上。他缓步走上前来，逼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刚洗漱完的原因，何娜娜觉得他身上的薄荷味更加浓烈了。何娜娜是讨厌香味的，尤其是那些名媛身上所用的香水味，但少年的薄荷香清晰独立，不同于他嗅过的所有气息。你干嘛呀？这气味让他想起昨晚两人睡在一起的可能。白皙的小脸上瞬间冒出了2朵红晕，软糯可爱的声音也变得结巴了起来。齐斯里挑了挑帅气俊逸的眉毛，没有回话，只是走到他身前站定，修长的右手臂伸出，从他耳后绕了过去，动作和气氛都变得暧昧了起来。何娜娜紧张地盯着他，下一秒却发现他只是绕过自己，拉开了身后的衣柜门，那双好看的冰蓝色眸子瞥着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服装，唇角撇出了一抹轻吃的弧度。我妈早上这么大张旗鼓的，就是为了给你送衣服来的，而且还送了这么多。瞧着齐斯里脸上的表情，何娜娜莫名松了一口气。刚刚那姿势，她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呢。何娜娜缓了缓悸动的心脏，飞速的从她手臂下溜了出来。怎么了？堂堂齐家大少爷还需要羡慕嫉妒恨吗？说着抽出一件衣服，上面的吊牌还没有摘。何娜娜拿出来一看，发现果然印着 LD 的 logo， 只要是懂点奢侈品牌的人都知道，这是属于齐氏集团旗下的产业，专攻高档服装。当然，何娜娜还知道普通人不知道的一点，那就是 LD 取自齐斯里的英文名字 Leonard 的缩写。何娜娜晃了晃手中的衣服，朝他扬起了精致的下巴。只要齐家少爷想，这个季度的新款都给你马上送来，不管男款还是女款哦。齐斯里笑，怎么你还要穿男款？不是你穿女款，要穿你自己穿。少年帅气的合上了衣柜的门，抽手的时候顺带弹了弹何娜娜光滑饱满的额头。何娜娜被他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双手猛地捂住了自己的脑门，委屈的抬起头，瞪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珠子望着他。齐斯里站在他的身前，两人的身高压根不是一个档次的，差了足足一个头。何娜娜要仰着脖子才能直视他的眼睛，黝黑漂亮的眼珠子里带着不服气的倔强。你干嘛弹我？我要看看你的脑子里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居然还想他穿女生的衣服。他的小青梅怎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不是何娜娜看起来还很清醒，齐斯里都要怀疑他是不是还没有睡醒了。何娜娜气得牙痒痒，他也想伸手去弹齐斯里的脑门，奈何齐斯里比他高太多，恐怕他刚有所动作就会被对方发现了。可恶，这家伙凭什么这么高？齐斯里感受着旁边来自少女气氛的目光，整个人却没有半分恼怒，轻薄漂亮的唇角反而抿出了一抹机不可见的弧度。他看着旁边的管家和几名还提着衣服下人，只觉得碍眼，怎么还站在这里？磁性好听的嗓音带着驱逐的意味，欧式管家立马就说：齐少爷，这衣服还没有放完呢，那就放完走人。可是管家脸上的标志性微笑有些挂不住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察觉出来了齐家少爷身上散发出来的不悦与冷漠，可是他们明明没有做什么呀，他们只是默默无闻的站在了旁边而已。见那些人还没动作，齐斯里只觉得他们更碍眼了，还不走，身上的冷气也是十足的。欧式管家只好硬着头皮说：衣柜放不下了，放不下了就找方法。方法倒是有，说今天早上齐夫人说了，如果何小姐的柜子放不下，
就把您的房间改造成何小姐的衣帽间，而您可以去其他客房睡。怪不得刚才听见说隔壁房间到底谁是亲生的。齐思礼无语，唇角微微一勾，冷声拒绝，我不同意，管家坚持，这是齐夫人的命令。两人意见不相上下，终于何娜娜开口了，不用了，我早说这些礼服穿不上了，真不用再改造一个房间。齐思礼和他不太一样，他到哪儿都能睡着，而齐思礼从小到大是认床的，如果真把齐思礼的房间换了，恐怕那家伙的好一阵子都睡不着觉了。也难怪齐思礼拒绝了。何娜娜怕管家不答应，又加了一句，等我参加宴会需要用的时候再让你们送过来吧。管家看了看何娜娜，又看了看齐思礼，最后还是点点头，好吧。说完朝身后的下人们招了招手，几人鞠了一个躬后，带着衣服离开了房间。庭院传来了卡车的轻微启动声，嗡嗡几下，再次归于寂静。偌大的别墅里又剩下他们两人。何娜娜将手中的衣物放回柜子，朝齐思礼笑眯眯地说，如何，是不是该感谢我呀？漂亮的脸蛋挂着得意洋洋的笑意，黑眸闪亮闪亮的，仿佛是在邀功一般，映出少年的脸。齐思礼看着他晶亮的瞳仁，冰蓝色的眸子划过一抹暗色，喉结滚动了几分，表面上却看起来不以为意。那我要怎么感谢你啊？